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异闻录啊！今天我们来开箱和上手的是一款带有指纹识别的鼠标啊，还挺便宜的啊，是联想的 F1啊。先别急着骂联想啊，让我花一点时间啊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子的啊，前不久我去买了一台最新款的 MacBook Air 啊，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个 Touch ID 啊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好用。它不光可以通过指纹识别登录你的电脑账号，而且如果你在浏览器或者其他地方登录过账号密码，并且选择了记住的话，你就可以通过指纹识别来进行一键的登录啊，既安全啊，又可以节省大量的输密码的时间啊，真的是非常的爽。于是我就在想，我们平常使用的 Windows 的台式电脑上面能不能加装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啊，然后就还真的找到了。首先，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啊 ，Windows 电脑是可以加装 USB 的这个指纹识别器的啊，但是呢，在笔记本上面用到还好啊，在台式电脑上面每次去摸那个 USB 接口还是挺烦的。于是我继续往下找，看有没有集成了指纹识别的这个键盘或者是鼠标。是有的。我一开始找到的是这个戴尔的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略贵啊，要差不多300块钱啊。作为一个 DPI 只有1000的办公鼠标来说，我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啊。然后再找啊，最终就找到了这个联想的 F1，它只要85块钱，而且是通过了 Windows Hello 认证的。最后我再搜了一下啊，发现在2年前小米众筹过一款指思智能指纹识别鼠标啊，是200多块钱的，功能还挺多啊。那款鼠标的外观造型设计细节跟联想这款几乎是一毛一样啊，就是配色跟 logo 不同啊，所以联想这一款极大概率呢就是贴牌的。考虑到普通的能通过 Windows Hello 认证的 USB 指纹识别器啊，那也要100多，差不多200块钱啊。而这个鼠标一样的东西啊，换一个颜色就可以砍掉1半以上的价钱啊，到100块钱以下啊，那还是挺划算的嘛啊。所以我就搞了一只回来看一看好不好用。介绍完了，开箱。还送了一个鼠标垫。重点还是这个东西，咦，就外面这个封条里面没有了吗？哦呦，这是发霉还是止血啊？底下倒是看起来像是新的。哦，非常简单的说明书没有了，我们来集中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鼠标啊，滚轮长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反过来，这个脚垫倒是还行啊，这个膜还没有撕的，这里翘起来一点是我刚刚撕开来检查的，然后上面好像还有一点使用的痕迹啊，怎么感觉还没有我们店铺7天无理由的冰豹鼠标看着成色新的呢？啊，我先去联系一下售后吧。好，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之前那个已经退掉了，然后我另外找了一家店啊，发现这个只要65块钱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换回来的怎么样啊？这个手有一点脱皮，戴个手套好看一点。好，看上也是只有这么一个贴纸啊，希望这次是好的吧？啊，这一次看着就像是新的。这啥呀？这是胶水呢，还是什么使用痕迹呢？之前那个也有，正面倒是挺好的。也是一样，只有2张纸。底下脚垫这个贴膜啊，也是没撕的所以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当它是7天无理由的吧。先拿酒精擦一轮再说。这些印子还真的擦不掉啊，所以这其实是生产过程中的瑕疵吗？是瑕疵品，所以才卖这么便宜。USB 插头的镀金层好像也是没有擦过、没有划痕的样子。好，我们现在给它插上电脑，先看看它作为一个鼠标基本的使用体验如何。首先第一点，我就发现这一条线它虽然是编织绳啊，但是比较的硬啊。你看我移动鼠标的时候，它是整根线一起动的。好在我用起来也没有给到我很明显的拖动或者拉扯的感觉，还可以接受。这个鼠标的 DPI 是1600，回报率在指思那边查到是125赫兹啊，在办公鼠标中算是稍好的水平。在1080P 和2K 的屏幕下用，我觉得还可以啊。4K 的话会有一
点点飘啊，定位精度肯定比不上 G502等专门的游戏鼠标啊。总之办公没啥问题，游戏就不要想太多了。可能是考虑到方便配合笔记本携带的原因啊，这个鼠标的高度做得比较低啊，偏向于抓握或者捏握啊，除非你的手比较小，不然趴我觉得是比较难趴下去的啊。当然它还没有扁到苹果的 Magic Mouse 这种程度啊，这个手感的话还马马虎虎可以接受。整个鼠标是左右对称的设计，左右手都是能用的。左右键比较清脆，键程适中啊，回弹也是比较爽快的，而且按键的手感比较稳定。啊，不像联想品牌机送的那个鼠标，左右键按下去梆硬啊，也不像这种便宜的办公鼠标啊，按一下就那个廉价感就冒出来了啊。毕竟这个鼠标原价据说是要200块钱的，这个按键的手感我觉得还可以。滚轮是铝合金材质的，摸上去手感还 OK， 然后滚起来比较顺滑啊，按下去或者左右晃动鼠标的时候，这个滚轮也非常的稳定啊，做的还可以啊。指纹识别器它放在了滚轮的前面，要使用的时候你要跨过滚轮去按它，不算太舒服，但总比去按机箱来的方便快捷。鼠标表面有一点点类附涂层的感觉，摸上去手感还可以啊，但是呢，看鼠标底部这个样子，估计不会太耐用。总之，你不是在大屏幕上面做比较精细的操作的话啊，它作为一个日常使用的普通办公鼠标，我觉得是 OK 的啊。如果能多个侧键导航，那就更好了啊。不过65块钱的东西也不能要求这么高，是吧？鼠标的基本功能看完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指纹识别啊。首先我们装一下联想官网的驱动，这玩意还是2018年底的，好久没更新了。联想这个鼠标驱动的安装页面上面直接就写了指丝在上面啊，然后它居然要你登录了联想的账号或者是微信扫码才能安装，然后还要绑定手机，装个指纹识别还要重启电脑的吗？现在可以了，来设置一下，灵敏度还可以，我移动了呀，设置拼啊，应该可以了。来试一下指纹解锁，还是挺快的啊！来再试一次，比输密码爽多了。好，来测试一下这个联想的驱动里面的附加功能啊，算是这个鼠标真正的卖点了。我们折腾了一下，发现这个官方软件上面的功能全部都用不了啊，包括管理员权限打开也试过了，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是这个软件它只能运行在联想的电脑上面，还是说它不兼容最新的系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指丝它自己的驱动，版本号比联想那个稍微高了一点。不过装完指丝的管理软件之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 Windows 系统的指纹管理来添加指纹的时候，它经常会出现长时间的卡顿这个反应就特别的慢要使用指丝自己的指纹管理来添加才行。虽然它偶尔还是会卡一下，但是比系统那边已经要流畅很多了。在系统里面使用指纹时的速度是不受影响的考虑到不是经常需要添加指纹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在指丝的指纹管理里面添加了的指纹，在 Windows Hello 里面是能用的这个资料库和系统的是通的，而且指丝这一个指纹管理做得比 Windows 自带的要强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添加了哪一些指纹，可以单独删除其中的一些，而在 Windows Hello 里面是看不到的一删要全部一次干掉。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指丝的网页密码自动填充功能。要使用这个功能，要给浏览器装一下插件它这个插件在C 盘的指丝的文件夹里面就有，是 CRX 的，它支持 Chrome 以及使用 Chrome 内核的 Edge 浏览器。在浏览器的扩展里面打开这2个选项，然后把这个文件拖进来就可以完成安装了。装好之后，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扩展，然后下面就有相关的设置。好，我们登录一下淘宝试一下。这个时候指丝这个插件就会问你是否要记录账号密码点确定。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淘宝的登录这个时候它就弹出一个指纹识别账号密码它就自动帮你填好了这样你既不用每一次都输密码来登录这么麻烦然后也不至于谁开你的电脑都能登上去方便和安全都有了。在指丝的软件里面，可以很方便的对这些账号密码进行管理不要的可以删掉。它甚至可以直接右键跳转到登录的页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调用的是 IE 啊，明明现在的 Win10已经是默认 Edge 浏览器了。好，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纸丝这个软件自带的文件加密功能啊，在这个文件夹上面我们可以右键啊，然后有个档案加密，好，它就变成一个这个东西了。双击打开的话呢，就需要使用指纹识别才行。然后它还可以用输密码的方式来进行加密。在别的电脑上面看呢，它就是一个 FSKE 后缀的文件啊，估计要装了纸丝的软件才能解密。而且我看它的加密速度挺快的，估计是用了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技术。啊，不过要注意的是，纸丝这个指纹验证，它是可以通过 Windows 账号的完整密码来完成的啊，所以 Windows Hello 里面那个拼码记得要设置成跟 Windows 账号不一样的啊，然后完整的那个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除了纸丝官方的软件之外啊，其他很多密码管理软件也可以配合 Windows Hello 的指纹识别来使用，比如出名的 OnePassword 啊，以及免费开源的 KeePass。但是这两个软件我个人用下来感觉体验不是很好啊，比如设置比较复杂，或者是网页上面自动填充需要先按一个快捷键才能使用啊，再或者是软件用密码解锁之后它就一直保持解锁状态，除非你手动重新上锁。纸丝这个软件的功能虽然简单一点，但是我觉得刚好都是用户想要的形式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通过测试发现，纸丝这个软件是通过驱动来识别的。我们给它强打了戴尔的驱动之后啊，纸丝这个软件里面的功能就都用不了了。所以，如果你笔记本上面刚好有指纹识别器的话，可以尝试装一下啊，纸丝这个软件说不定能用得了。微软这家的 Edge 浏览器其实本身就支持通过 Windows Hello 来调用已保存的密码啊，但是在更换了 Chromium 内核之后，这个功能就丢掉了啊。现在测试版已经把这个功能又加了回来啊，过段时间正式版应该也会能用了吧。Chrome 这边目前看下来只能用在支付认证上啊，别的账号密码就还是要靠第三方的插件。总的来说，作为一个65块钱还送指纹识别的鼠标，我用下来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啊，整体做工手感都还可以，然后附送的那个软件意外的好用。如果你能接受这种办公鼠标的光学引擎的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考虑的啊，伸一伸手指就能完成账号密码的输入，还是挺省事的啊，特别是京东、淘宝那一种啊，每一次打开都要输密码的。而且使用这种集成到一起的方案，它确实比伸手去摸机箱上面的 USB 设备来得省事。另外就是 Windows Hello 它还有使用红外线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的验证方式啊，在淘宝上面最便宜只要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兼容的摄像头啊，当然那种都是 DIY 的啊，质量上肯定没有这么靠谱。总之 Windows Hello 这种通过生物识别来代替密码输入的方法，我觉得是 OK 的啊，毕竟在手机上面指纹识别支付其实也用了很多年了啊，就是在 Windows 上面软件我感觉还没有跟上啊，希望微软在开发和推广方面再下一点功夫吧。最后一网的藏宝阁终于有笔记本电脑出售了，首批是戴尔的游侠 G15笔记本绿色款，15.6寸 R7580H 加360的搭配，一共是搞到了10台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笔记本也有点空气的味道啊，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后面会有更多热门型号上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当然还有不忘初心的 PC 整机啊，这次弄到了一批在矿潮下反而有了性价比的品牌整机啊，是来自七彩虹的 M600幻境之眼系列，是英特尔11700加3060L 的配置，起售价7999，限量是50台。这批主机可以享受七彩虹3年免费上门的服务啊！如果实在是不喜欢他们家的内存和固态的话，也可以换成我们店铺的 C9 内存和三星991A 固态啊。不过更换了的零件就要走我们的电保，其余的不变。具体可以看一下商品详情页或者咨询一下客服。当然，想要自由度更高的 DIY 整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现在已经陆续有3060 Ti 和3070到货了啊，可以到我们店铺看一下。好，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喜欢中要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再见，拜拜。